18剑阵起！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细剑，这是他在吸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快走！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的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智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怪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
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吧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倒是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安和即将走向彼岸。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那颗毛弹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惠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，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鬼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炎魔掌。
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研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，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双寒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话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研魔掌，一境一层楼，8层见天地。到了第9层，便是天地。我要入第9层了。我赌赢了。哎呦！宋远，你老实待着，别出去。穆司令，先夺取绵龙剑，从长计。祈祷说，谢家的人，当年3家最强的苏家，如今被一个穆慈陵就打得满地找牙。这绵龙剑我拿到了，这大家长能不能我来当啊？还太早了吧？能从这里带走，才算你的。饿了，咱们打了，先走一步。有种小计！绵龙剑是我的了，不过一柄剑吧，值得这么多人去抢吗？绵龙剑可不是一柄普通的剑，如今3家之乱似乎要失控，还是先把剑带回提魂殿再说。又是谁在装神弄鬼？这柄绵龙剑有问题，倒是我小看慕名册。把剑留下。苏庆辉的双寒剑气。不对，不是剑气，是温家的3丈不留地。世上最难解的毒阵之一啊！这毒，常人只要吸上1口，活不过半个时辰。这女娃娃有几分手段，会我们暗合苏家的武功，还能下温家的毒，也就是你了。那就等
我就不信他不出了。姑娘，你这3丈不留地，维持不了多久的。把剑丢出来，我保你不死。你说维持不了多久就维持不了多久吗？用完这一次，我还有一次。今天这一天，我都让你们无法到达我这阵法之内。苏沐雨，怎么还不快来啊？看来姑娘的话是假的，你这毒物已经开始散去了。该死的苏沐雨，总是来得这么晚，撑不住了。献给你们，你们方才说的可要算数。不要杀我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龙，你带剑走，我来殿后。好。陈龙，刀，面龙剑，我帮你活住。陈龙，是木子哲的泥水传心剑，神医。穿心而过，救不活了。绿叶，你没得事吧？撑伞那小子，你的兄弟已经死了一个了，这里还剩一个。我们做个交易，把剑给我。你想要这柄剑？把剑给我，你可以继续追这柄剑，不过至少要1个时辰之后，因为到时候就是你和木子哲之间的事情了。与我无关。童儿，不必理会他。他还是剑。你只有1瞬息的时间考虑。好，我给你。好大的手劲啊！带着这柄剑回到我家，拿给他，然后告诉他，我苏沐雨发誓，不管木子哲身份如何，不管木子哲走到何处，不管我需要耗费多久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
好，好，我一定会等的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，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，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？那便来吧。八阶阵，刀剑破石，勾手戒备，绝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而决。我为尔。要破8阶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父亲之口。
只是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
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伙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
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。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木鱼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
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筒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
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执掌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三道暗器是哪三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三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
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